好，终于有时间回来拍这个系列了。可以看我的背景很不一样，对吧？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我搬家的影片。如果你还没看的话，可以赶快去看，在某一个角落有一个惊叹号按下去就是了。我真的觉得这间房子超酷，无敌爆炸适合我这种怪人。然后这栋房子99岁，就据说啦，反正我是信了。在古迹里面看这些影片，超级应景；在古迹里面看古董硬碟。然后反正我前阵子我哥也有来帮我搬家嘛，大家都有看到，对，算是来帮我打工换宿。然后说到我哥，他在国外这么久，基本上已经变回外国人了，所以他来台湾的时候，自然就是没有 SIM 卡的。这时候就要提到我们的 Sally eSIM， 常出国的人一定知道，在这个一切都科技化的时代，出国没有网络可以用，真的是超级苦恼。一般来说，大家可能会选择出国前去电信办网络漫游，或是到国外在当地去买。但这些方法要么很贵，要么就超级麻烦，还要找地方买，甚至还要排队，甚至有可能买到假的 SIM 卡，伤心又浪费时间。这时候 Sally eSIM 就可以提供一个既方便又划算的方式，你只要下载 Sally eSIM 的 App， 就能让你在出国的时候随时随地拥有网络，而且价格公开又透明。我自己是觉得相当实惠啦，即使你要周游世界各国，也只要下载一次 Sally eSIM， 然后在里面选择你需要的方案，不管是去一个国家几天，还是从葡萄牙一路玩到波兰，一个 App 一次搞定，甚至都不用把原本的 SIM 卡移除，安装就可以直接用，真的超级方便。而且它跟 Surfshark VPN 是同一个集团，所以值得信赖。而且 Sally eSIM 还有很多安全的功能，让你可以更安心的使用网络。它可以切换虚拟位置，封锁恶意广告，还能透过网络防护来提升你的手机的安全性，让你上网更安全、更自由。除了划算，还是只有划算。最近有要出国的，一定要赶快去 sally.com/andys 的页面下载，或是用我的优惠码 andys ANDYS 就可以在 App 里面享有85折的优惠。希望在台湾的外国人，或是在国外的台湾人都可以用 Sally eSIM 的网络看我的影片，真的超方便又超实惠。好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硬碟。好，所以我印象中啦，我记得我们上次应该是看到这个，就是我跟我弟这边吃巧克力面包，然后好像在想说是不是我弟涂在我脸上的这一段，但这个我们看过了，所以我们就跳过就好了。好，这感觉就是我妈的鬼子运镜，它的影片长度大概7秒。这个圣诞树也太寒酸了吧！都到台湾4年了，我们还没有买一棵正经的圣诞树吗？这一点都不德国人，好不好？下面这个他们是好像玻璃做的，就是他们是用玻璃做的一些小物。我小时候超喜欢这个的，可是他们就很容易摔到，然后裂开。它裂开之后就刺刺的，其实蛮危险的。但是这个东西超级漂亮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可能某一些景点会有当伴手礼的。如果有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、蛮好看的。有时候家里一些小角落放这个很可爱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002年的日历。等一下我这资料夹不是2004的吗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没有，我们还在2002。我以为我们已经看到2004了，还没，我们还在2002。哇哦，所以哇哦，好，2002的日历，好，事实证明这真的是2002拍的，懂吗？2002的日历，除非我妈在2006年还在看2002的日历，好像也有可能，但2002年12月，对啊，几号我不知道，但大概就是这个月。然后再来这是我姐跟我弟，是不是？他是在跟我弟玩，还是在虐待我弟啊？等一下我们认真看一下。他在跟我弟玩哇！我姐以前这么温柔，我们3兄弟到底是对他做了什么？因为就从我有印象以来，他就是一个大姐啊，你懂吗？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家最大的嘛，所以他就一直以来是个大姐。我没有看过他这么跟我弟玩呢，哇哦，无法想象。好，然后可以看到我哥在这，然后我是站在哪？我是扶着，我是飘着吗？我哥在这。好了，这个沙发可能还有一个小空间让我站在那里，然后我在玩报纸。看来我在2002，现在2025嘛。我4岁的时候我就很喜欢 Nokia 3310之类的，这应该是3310吧。然后我哥完全不鸟我啊，这个是草莓园，我们家以前超爱去采草莓，现在应该也还是蛮多草莓园的啦。但是就是我不知道，我好像只有跟家人去过，就是很小的时候，很久已经模糊的有一点点印象。上次去草莓园可能就真的是23年前的事。好，这是我哥，然后这是草莓园，对。放给它软条哈，我这个风声，触犯的法规，就是说1、2、3、4，才4颗熟的草莓哦。要么是季节还没到，我们就去采；不然就是可能前面已经很多人采过，然后我们是尾声，所以我们的那个数量就不够。还是草莓园都长这样，我不知道。留言告诉我，我应该去拍一集采草莓，感觉蛮好玩的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注意哦，我哥很明显有一个上浮的趋势啊，那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采草莓啊。
懂吗？我们是来采草莓的，不是来采草莓的。好，来，我们仔细看，好，你看啊，这边是那个草莓的部分嘛，草莓长在这里嘛，这是我哥的脚嘛，明显他有一个右脚膝盖抬起来的一个状态啊。我们来仔细看啊，有抬很高哦，抓到了，现行犯哦，来哦，这鞋子蛮好看，我小时候很喜欢这种鞋子。好了，这边有块灰色的，所以代表草莓树吗？草莓花，它草莓的那个大概是种在这一块，所以这边可能是空的。我觉得我哥可能是有看过，他有稍微目视一下哪里可以踩。来，好，他明显往上了嘛，所以代表他真的是踩下去了。但好了，我相信他一定有看过他踩在哪，他应该就是我们家智商前几名高的。我相信他不会这么白烂去踩真的草莓树的部分。对了，你看他那个几乎每一株草莓中间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灰色的地段，所以应该是踩那一块了。把它弄污染了哈，这样子真的是然后我在那边不知所措，你懂？他们两个就自顾自的过去了，我一个人，我才4岁，大家可以照顾我一下吗？对我们，我指了一下这个灰色的地方，然后跟我姐不知道讲了什么，然后我姐不鸟我，自己所有周遭的，我姐就好，我姐看了我一眼，都不好。对，还有好，没有，他们完全没有打算要就是指导我、教育我、帮助我，我找到我缺爱的理由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缺爱了。我会过来吗？我这个手打开是准备起飞的哦，我应该是学我哥啦，我应该刚刚有看到我哥踩那个灰色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学他。你看这边是灰色的，所以我大概是踩在这一块。让你好朋友提醒一下。啊，然后我第二只脚上来的时候也踩在灰色的地方，为什么不乖啊？我以前不是 bad boy， 我现在也是 good boy， 但就是中间有一段不是很好的啊，对，所以事实证明人性本善啊，各位，人性本善。现在呢，陆陆续续有一些什么？好，我成功越过那个坎，然后这应该是我妈跟我弟吧，我看一下。还有汽车也准备陆陆续续也要检验了。哦，对，我妈跟我弟，然后我弟可能下不来，所以我妈要抱他之类的。还要定期去检验，要检验一下哈。我突然在想，就是我自己没有小孩嘛，但我在想，其实父母真的是一个很强的生物哎。你要想，就我弟2岁，我不知道2岁大概几公斤，可能10公斤吗？二话不说就要把一个10公斤的东西扛起来，然后这样开始走路，甚至是走在草莓园的。我觉得这个很屌，就是我无法想象，说不定我有小孩之后我也可以这么做，但是我没办法想象随时随地把一个10公斤的东西扛起来。我爸可能可以，我爸那么粗那么壮。给所有朋友，代表我们也好，可以看到外国人晒到台湾太阳的表情，就是我们家的标准表情。只要太阳大一点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表情。我觉得我那个眉头中间这个皱纹就是这样来的，因为我很常这样挤，然后就挤出来了。给所有朋友，代表我们也不希望离开我们。好，我可能想要拿这个篮子，但我哥没有注意到。然后我爸就说要 last 就是浪，就是让他拿的那个浪。下礼拜天呢，我们早上9点到12点同个时间再见。然后我爸就说 zeig mal Andy guck mal， 德文的 zeig mal 就是展示一下，安迪就我的名字嘛 guck mal 就是看一下，展示一下，看一下这样。还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。然后你看，我还会等一下来回来。这边祝福。你看我手，我还会这样指一下，你知道。从小就做 YouTube 的料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做 YouTube 的料。虽然这个画质堪忧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效果是有做到的。我们所有的自己的好朋友，恭喜你们发大财！恭喜你们发大财！好，然后这时候我爸就说 ：“OK，geh weiter suchen，geh weiter suchen，geh 就是去 ，weiter 就是继续 ，suchen 就是寻找，去继续找草莓啊之类的。这个系列真的很重要我觉得我要时不时翻出来做一下。就是我平常已经真的我无法想象我自己的德文现在是长什么样子。那时候我每次看这个系列，我的德文的语言包就会自动再重新打开，然后我的德文会突然变好。”等下我弟直接一个我看不懂就是我们来草莓园，整片都是绿色的。我觉得啦，正常人的逻辑应该看到红色的彩虹色的吧？他直接把草莓的花拔掉还是怎样？我试图理解一下这个脑回路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自然课教的是开花之后，花如果凋谢了之后会变成果实吗？那算不算是这种超前部署？因为花最后会变成草莓嘛，所以他先采花，他就拥有了未来的草莓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在用一个超级没有逻辑的方式去理解我弟的行为，但差不多你们 get 到了，对。草莓竟然用丢的，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吗？草莓很容易烂掉，回去检讨。Hello, Sandy, cook my ear.
Sammy Cookman here， 就是我爸在对我弟讲说 ，Sammy 看一下这里，看一下我这里，就是往我这边看。So cold 啊 ，cold 是德文的冷 ，so cold 是很冷。我每次讲到冷都用 cold， 原来是 cold。德文课连我自己都在上。Hello Sammy。Christina fragt wo die Toilette， 就是 Tina 去问厕所在哪。为什么这个草莓有一大块白色的啊？是因为它的地头被拔掉了吗？我记得草莓里面是白色，但有这么白吗？这超白这立可白然后我弟就说 Here 爸爸，就是这里爸爸。Oh and the Blume。然后我爸说啊 the Blume 就是花的意思。Das ist schön呢。然后我爸说 Das ist schön呢，就是那很漂亮哈。然后我弟就尖叫，给我拿去，这是你的礼物。哦，所以我前阵子好像不知道在跟谁讨论说，就是很多大部分的男生这辈子是没有收过任何一束花的。然后我那时候好像还有想说，那我爸是不是没有收过我们给他的花？我不知道他葬礼当下有没有了，我没有去啊，但是理论上应该没有吧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爸是不是也没收过花，还蛮可惜的。我希望我这辈子可以收到，就不是那种庆祝，也不是恭喜，你懂吗？不是那种什么新店开幕那种花，就单纯的日常会收到花的那种感觉。男生好像从来不会就是不会遇到这种事情。我是不知道男生会怎么想啊，我只是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酷。就男生真的不需要吗？说不定男生需要啊。对啊，好随便。但好，现在事实证明我这个悬念可以放下，因为我爸收过我弟送他的花。但我爸用一个很粗鲁的方式收下这朵花，就是直接，就我感觉他刚把自己捏爆了。Ja, wenn du noch dazu ranholst, dann wackelt das noch mehr. 然后这个加油站在哪？可以有人知道吗？可以让我知道吗？草莓园应该在这个加油站附近。我想要在原地走访一次，我们当初会去采草莓的草莓园。Oh, hier ist 7-Eleven。啊！我怕说 Here is 7-Eleven， 这一点看起来都不像是有 7-Eleven 的样子啊！这哪里？山顶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这加油站吗？而且车吗？这里有一个 7 的标志啊，就可能有一些县道、乡道之类山上的路，它会标几百公尺外有 7。哦，很schön。然后我们小孩就异口同声的说，所以我们要去吗？我不知道现在小孩会不会，但我那个时候所有小孩都超爱去便利商店，什么 7， 那时候最多应该是 7， 莱尔富跟 OK， 全家好像还没有那么多。就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，现在先不要，我想要再往前开一段路这样。Ein Schild für 7-Eleven。Da ist ein Schild. Gehen wir dann dahin? 然后不知道是我姐还是谁。就我爸刚才就已经聊完这件事情了，然后后面又补说什么东西，然后我爸就说刚刚那边有一个 7-Eleven 的标志，然后不知道是谁，然后就再问了一次，所以我们要去吗？就刚刚就回答过了，认真听我们讲话好不好？是谁？自己承认。Auf die Straßenschilder drauf kriegen chinesischen字。我爸刚刚最后是说什么路牌上面的中文字怎样怎样，就影片拍一半了，应该是因为中文字对他来说很酷。我记得我爸他不太会讲中文，但是他写中文字超级漂亮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这边没有我爸的任何文件，但是有可能在我朋友家，就是我有放一堆东西在我朋友家那边，因为我这边前阵子放不下嘛，我就之前住那个小套房。然后我希望我找得到我爸写的字，我爸真的是写字超级漂亮，他超喜欢中文字的，所以他可能是想要叫我妈拍一点路牌上面的中文字，想要回去给他自己的家人看。但真的我爸写字超漂亮，我觉得等我这个硬碟系列，就是我把数位档案拍完之后，我还有别的题材，我可以拍实体档案，就是我可以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，什么照片啊、文件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我们家还有2大箱这种回忆可以慢慢看，所以这个系列其实可以继续往下，可以不只停在硬碟。In Deutschland weiß man nicht, wie Bambus aussieht。刚刚就是经过一片竹林嘛，然后我爸就说，德国人好像不太知道竹子长怎样，就是没有什么看过竹子长怎样，所以我爸可能是叫我妈拍竹子，要回去给他的亲戚朋友看。哇，所以我爸在23年前就已经在
在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，推广台湾。只是他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做，我说他比我厉害太多，他超前部署了，他这么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。他好像也真的很爱台湾，他台湾待到就也待了24年了，就也待了很久。他真的是，其实如果中间没有疫情导致他回德国之后不方便回来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就是在台湾过世。那他说明就不会过世了，因为台湾有健保跟良好的医疗环境。然后我不知道 ，chill， 冷静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那个刺刺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火龙果，对，火龙果树吗？是吗？应该是吧。德国绝对看不到这种画面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拍。对于一个刚来台湾4年的外国人，这太酷了啦！提告，我知道你刚吃饱，很好，吃饱就睡觉。好，很棒，去睡觉。谢谢你的捧场，很好。好，更多火龙果，超多火龙果。啊！我刚刚还在想为什么，因为我们家我有印象以来，我们家开的是一台德利卡，深蓝色，就是颜色比这个还更深的一台德利卡。我想说，那台德利卡就我有印象以来，它是没有冷气、没有音响的、为什么我们刚刚还有音乐可以听？原来我们这时候开的根本就不是德利卡。然后这应该是我吧？看一下。对啊，这是我。啊，我怎么会坐在副驾？我是我们家第3个小孩嘛，前面有我哥跟我姐。我不可能有资格坐到副驾，就是什么情况可以让我坐到副驾，而且还是全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。啊！我哥在驾驶座，我操！我哥篡位，摩拳篡位，所以我哥往前，然后我姐可能在后面睡觉，然后我就偷偷跑来前面厢型车，它的正副驾驶座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很开口，所以其实我们以前都会这样爬过去。然后我爸妈可能不在车上，我爸可能去上厕所什么，然后小孩在车上这样子。真的是一群失控的小孩，后面还有个东西在动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我猜是我弟之类的在玩棉被，那种小毯子之类的。开始爆飙这什么奇怪的飙车基因吗？我们家都有，是不是？我哥其实也蛮会做效果的啊，这是以前的真鲜回转寿司，但我们家以前超爱吃真鲜，那时候的真鲜也是真的超级好吃。现在我不太熟了，现在我不知道，就那时候比较常吃，现在没什么机会吃，改天再去吃。我哥在看菜单，这个年纪去真鲜没有人要看菜单，好不好？就是上面有什么东西在转，我们就拿下来吃了。就像上面拿的那个手感，那个才好玩。看菜单太 low 了吧？Ganz schön gegessen。我爸特地放大那一堆碟子，然后说 "Ganz schön gegessen" 就是吃得漂亮的意思。迷之行为，我不知道他想要给谁表示什么，但 OK 啦，我看得很开心，谢谢老爸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这个现在这些还有吗？这什么外星食物啊？看起来好诡异哦。好吧，往后一点。还是那种布拉提之类的，可是布拉提有红色的吗？好酷！我完全不记得真心有这个东西。哦，这时候我妈就在背景音啊，她说 ：“Andy, do you have this Hände gewaschen？” 就是安迪，你还没有洗手，你要不要去洗手？然后我就说不要。从小就贯彻这个拉萨加拉萨多啊精神啊！我现在身体这么好，一大原因应该就是我这样子培养出来的。我现在是一个超强抗体。我哥刚刚在说什么？他就说为什么我不行？然后我爸就说让 Alex 也用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安静了。看这个，哇，这个教小孩的精神，我算是学到了，老爸，就是让每一个小孩都玩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收拾残局，不要他妈我们收拾完之后，另外一个又想来一下那种概念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爸就用一个更无奈的口气说：“好，那就让 Andy 也玩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安静了。”然后我哥不知道遇到什么状况，他手上的东西不知道怎样，然后什么松掉了吧？然后我哥就大叫我爸，然后我爸唯一的答复就是那就把它装回去啊。知道为什么外国小孩都特别独立了吧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要帮助我们的意思，就是啊，你就自己弄啊，很难吗？
有啊，这个三协城饼铺，我跟我弟去淡水那一集应该有特别介绍到，就三协城饼铺的老板好像那时候跟我爸妈是蛮好的朋友，然后我记得我在淡水的大部分的回忆都跟三协城饼铺有关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去三协城饼铺都有一个回家的感觉，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吃他们的东西吃得很习惯，所以我每次只要有去北部，找尽各种理由往淡水去一趟，然后带一点东西回家给大家吃。我一直都说我爸是一个绝对理性的理工男嘛，就现在他不知道在跟我们介绍什么，对面应该是巴黎吧，巴黎。不是巴黎，是巴黎。然后不知道在看什么，然后我爸就叫我，就是他抱着我弟，然后我坐在这里这样。他可能要就是叫我们看什么船之类的吧。然后他低头看我的这个表情，你们细品。这细品，这就是父爱。他的父爱都是用这种很微观的方式透露出来，但就是长大之后回头去看，会发现哎呀，其实蛮多父爱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有段时间没感受到。但对他是一个很棒的人，他是我遇过最完美的父亲了。我觉得这真的他是满分老爸，所以我没有在抱怨，冷静，我没有在抱怨，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不管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我觉得我算是现阶段可以的最好的我。当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我还要继续变好。人就是不断的在变好，但是如果没有他跟我妈的那些爱，我现在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在我爸过世之前，我们很常忘记这些细节。这算是一种警示吗？就是大家都还活着的时候，大家会忘记去注意这些细节，然后等到他过世之后，我才意识到哇，他曾经有多么爱我们这4个小孩，不太会表现出来，但从这些影片你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一些微妙的表情跟微妙的行为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哦，他其实有，他只是可能比较木讷，他不知道怎么表现这个大量的爱，但是他就是会不小心露出来给我们看这样。好，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淡水老街23年前长什么样子。好，看起来基本上是大同小异，我觉得看起来跟现在差不多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还可以再拍个2-3集啦，我觉得2-3集应该还可以。然后等硬碟系列拍完，如果大家真的还想看的话，我可能会考虑往实体的去拍，给你们看照片吧，我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 ，Cheers。